台积电、三星等企业迁机美国，木已成舟，花费了数百亿美元资金建厂，产品成本翻倍增长。如果要拿美国政府的补贴，却必须满足诸多极为苛刻的条件，造成的损失远大于补贴的数量，苦不堪言。大家好，欢迎来到罗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被裹挟迁机美国，台积电掉进陷阱之后，美国的补贴却拿不到了。台积电这一次真犯下了大错，被美国和台湾当局忽悠和施压迁机美国后，才发现情况不妙，面临困境中的艰难选择。去年12月6日，美国总统拜登出席台积电美国工厂的迁机仪式，参加活动仪式的还有一大帮美国政府高官、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等约900名政商界人士。一个工厂的迁机仪式，美国方面竟然搞出了如此之大的阵仗，出席者如此之多，可见美国政府是多么重视台积电的这一举动。因为台积电迁机美国是美国的国家重大战略计划之一，其实这就是美国对抗中国的最大的落地计划，全面封锁对华芯片市场，要对中国科技进行致命性打击。台积电迁机美国是为了彻底断绝中国拿到尖端芯片的美国战略。虽然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没有可比性，但泽连斯基与蔡英文为了美国利益的表现几乎一样。泽连斯基为了美国的战略目标，不惜牺牲整个国家利益和民众生命与财产，而蔡英文把大量的资金用在了购买美国军火，还冒着战争风险，一切听命于美国还嫌不够，甚至牺牲台湾地区的就业、税收等经济利益，拱手送给美国。配合拜登政府一道，逼迫台积电把工厂转移到美国去。台积电被美台当局裹挟迁机到美国后，现在终于发现陷入巨大的陷阱之中。随着美国政府芯片法案的补贴限制条款相关细节出炉，台积电以及韩国的三星、SK、海力士等芯片制造商正面临艰难抉择。原来，美国政府事先承诺的那些所谓半导体补贴不是那么好拿的，这些公司都在计划放弃美国的半导体补贴，因为美国政府出台的补贴条件极为苛刻到了如果领取这些补贴导致的经营损失远高于拿到补贴的程度。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表示，美国芯片法案补助条款的有些限制条件是没有办法接受的。SK 海力士首席执行官朴正浩表示，美国芯片法案的半导体资金补贴申请相当困难。SK 海力士在美国建厂是做封装的，这使得公司无法进一步计算出美国政府要求提供的总产量信息，所以将更审慎地考虑是否要向美国政府申请补贴。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补贴法案的严苛规定让相关企业高层与分析师都觉得比预期的限制还要严格，导致这些企业不得不计划放弃领取补贴。当初拜登政府用巨额补贴作为诱饵，外加制裁威胁，把台积电等半导体行业的顶级企业推进美国陷阱里，但现在掉进陷阱里的这些企业都爬不出来了，成了美国案板上的肥肉。现在台积电、三星等企业迁机美国，木已成舟，花费了数百亿美元资金建厂，产品成本翻倍增长。如果要拿美国政府的补贴，却必须满足诸多极为苛刻的条件，造成的损失远大于补贴的数量，苦不堪言。台积电、三星等企业的悲剧证明，面对美国政府，必须确立一个不能突破的认知底线。美国绝无可能存在让哪个国家、哪家外国企业、哪个外国公民真正受益的初衷。美国一切的举动都是为了美国自己。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